他明明没有近视，却下意识地伸手去推眼镜。这一寻常的举动，却让坐在旁边的男人一惊。你，王博士，许边，是我，我们怎么在这儿？还有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王阳一愣，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就在刚刚，他还在逛着博物馆，却在下一秒被传送到这个地方。强撑着坐起后，发现与他一同坐起的还有3个人，右手边还有一个瘦如麻杆的人躺在草丛中一动不动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咱们不是一起逛图书馆吗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而且你也变了个样子，咱们好像都穿着古装。话语落下，几人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赶紧站起来跑向河边。王阳一惊，映入水面的是一张少年的面孔，最多不过17、18岁。更加惊奇的是，他没戴眼镜，可目力所及，清晰如刻。这种感觉自从他小学6年级近视之后，便再没体验过。嘿嘿，穿越了，我们穿越了。看了不知道多少本穿越小说，现在终于穿越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博物馆没白逛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还穿得这么帅。长得好看有毛用？我这副身体这么强壮，才适合在古代生存。就算没用，也可以抄诗、抄词，靠着抄袭成为大诗人，发家致富。说到这儿，咱们可得好好分分，每人抄一个类别，可别抄重了。我们现在该想的不是抄什么诗，而是应该想想怎么回去。回去？我可不回去啊！穿越比中彩票还难，尤其穿越成这么一个帅咖，绝对是主角命啊！我们在这儿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行掌天下权，醉卧美人膝，不比回去搬砖好。壮汉与俊少年正兴高采烈地讨论这事，可王阳却摇了摇头。作为现代古典文学的专家，他清楚一件事，此时并不知道自己穿越到哪个朝代。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，一代有一代之所剩。李白的《将进酒》拿到先秦也有可能默默无闻，苏轼的《赤壁怀古》若是早写了几百年，也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入大雅之堂的礼俗小调。咱们先说正事，你们还记得穿越前的场景吗？我记得我们之前是在博物院里，当时我和你在看一个古墓里出土的魂瓶。对，是有一个瓷瓶，我也在看。所以我们应该是一起看那魂瓶的时候发生了穿越，也就是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我们是5个人围着那个展台，4人左右看了看，才发现刚刚他们所坐着的地方中间放着一只瓦罐，罐中余着少许残汤，似乎是醋。不远处还摆着一个做工粗糙的草篓。王阳走上前去，从草篓中摸出一个精美的青色瓷罐，是魂瓶，就是我们在博物馆看的那件。难道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穿越的？魂瓶是什么？魂瓶是古人的随葬冥器，据说有收魂安魂的作用。这上面刻的是鸟，这是朱雀，飞朱雀使先驱袭，驾太一之项羽。魂瓶上绘朱雀，可能就是为了导引灵魂。我们穿越的秘密或许在他身上。如果魂瓶能让我们穿越，那一定也能带我们穿回去，对吧，王博士？王阳虽然心中没底，不过为了安慰他，还是点了点头。却不料壮汉一把夺过魂瓶，奋力跑到河边，用力向地上一砸，所有人都呆住了。壮汉趁众人愣神的当口，右出脚一记横法，将大半碎片踢入河中。你有病啊！你傻啊！让他俩研究出怎么用魂瓶，把我们带回去怎么办？你没看出来，只有他们2个想回去吗？够杂种！我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呢。中年人眼睛一下就红了，向壮汉扑去。王阳也十分恼火，但此时却听见草丛中传来声响。先前躺了半天的瘦子忽然站了起来，似乎是想要逃跑。你要去哪？没。你最喜欢哪部电影啊？随便说一部也行，只要能说出一部就可以。瘦子突然推了王阳一把，王阳这一退，正好踩翻了醋碗，大半黑醋都结结实实的洒到了他的裤腿上，把一大块布料打湿的透透的。随后瘦子转身狂奔，口中歇斯底里的喊着：鬼啊鬼啊，恶鬼上身了！你们别打了，快追，他不是现代人。野林中，1人逃，4人追，惹起惊虫无数。瘦子惊恐的叫声回荡在原本静谧的树林中。王阳猜测瘦子早就醒了，他追瘦子一方面是为了防患于未然，另一方面是为了弄清状况。但就在几人快追上时，忽然一声尖利呼啸，一支长长的利剑贯穿瘦子的胸膛。站住！什么人？几声呼喝同时响起，4人刚想开口回答，又是一支箭射来，目标正是壮汉。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王阳觉得自己的心脏马上就要捶破胸腔。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死亡，还有谋杀。剩下那3个都别动，否则即刻射杀。你们有多少人？就我们3个，没有了。何时越境？越境？我们没有越境。没越境，为什么潜行阿曲林？
我乃阿曲数十长，昨日接鲁阳遗文，有北谍潜入，说的是不是你们？不是，不是，什么杯碟？杯碟是什么？冤枉啊！壮汉与俊少年同时叫屈，仅凭字音他们根本没反应过来，杯碟到底是哪两个字？但王阳毕竟是研究过古典文学，他马上明白了意思，这是把他们当成间谍了。如果是潜行，就不会跑，更不会大喊大叫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你们可能在逃避追捕。如此奔跑，身后必有追兵。我们线下停了这么久，追兵在哪？好像是这样。那你们户籍地是哪儿？近10亿人全被穿越爽文给骗了。其实穿越到古代根本活不过第2天，因为你根本没有过所。所谓的过所，其实类似于今天的身份证，只是小小的一张纸。官府却对此十分看重，若是被发现没有，轻则刑拘，重则处斩。这不，3人穿越后还想着用现代知识发家致富，却先因为没有过所被抓了起来。把这3个不明身份的人抓起来，洗干净，送给队主和文书，刚好他们都好这口。别抓我，我会制盐，制精盐，我能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小腹就被刀柄重重地砸了一下，顿时疼得直不起腰来。在壮汉叫喊的同时，俊少年也在喊：风急天高，猿啸哀，主青杀百鸟飞回，无边落木。他俩喊什么？好像一个说他是卖盐的，另一个在念歌词。所谓媚眼做给瞎子看，2个穿越者各呼绝技，换来的不是垂青，而是锤爆。这原因不仅仅在军士们的粗人身份，还有时代原因，因为当时压根就没有精盐这个词。至于俊少年念出那首杜甫的《登高》，自是高绝千古之作，但可惜在场军士大字都不识几个，自然听不出诗中意蕴。估计是吓傻了，说胡话。行了，赶紧动手，先抓回去再说。我乃琅琊王世子，犯我者族之。所谓族之，就是灭族的意思。王阳这一声吼酝酿了许久，气似虎豹之吼，震得2名军士一愣，把众人都炸懵了。但这并不是胡说，这个谎言是做过思量的。通过这些人说话的音韵，此处应该是中古时代。刚才那人又说北谍如何如何，所以很可能处于南北对立的时代，而自己所处之位置正是南国领土。虽然三国时代的东吴也属于南北对立的情况，唐末5代也曾出现过南北对峙的格局，但从时间上来说，都不如南北朝时段来得长。所以从概率的角度，他把宝压到了南北朝上。而此时南北朝最出名的便是琅琊王氏，是当之无愧的一流高门，所以冒姓琅琊最为保险。但这话一出，所有军士都笑了。你他娘的还真敢编！就你穿的穷样，再过8辈子也投生不到王家。哈哈哈哈！哼，我穷，我家随便一棵珊瑚树就够买你们所有人的命。你说我穷？这身衣服是我为了躲避贼人换的。你们不关人而关衣，也难怪有眼无珠了。老子没工夫听你扯淡。来人，老三，丁九，按住他，再扇他2个嘴巴。你们2个如果想被一灭3族，那就来吧。们傻了，还信他？就算真的是琅琊王氏，也不能灭人全族。这摆明了是刁民冒充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们看不出来？你难道没听说过陵上见贵，谓之恶逆？恶逆者，杀其身，诛其家。我家世代化纣，我二叔在京中任散骑常侍，我若出事，必然上达天听。你以为我说要灭你们全族是开玩笑的吗？王阳负手于腰后，声色俱厉，没有人看到他的手掌在身后控制不住地抽搐了几下，指尖冰凉。要想说谎说得像，除了气势之外，要点在于细节。没有细节的谎言，就如空中楼阁，一听即知其虚妄。所以王阳这里用了2个细节填充：一是恶逆大罪，二是二叔任散骑官。这群丘巴哪懂这个？没人再敢发笑。之前要抓他的2名军士赶紧后退，就连时常也屏息静气，默默思考起来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本公子姓王，名杨，字之言。若非图遇贼人，我早就和我二叔派来接我的人碰面了，还会停在这个破地方。王阳并没有给他们反应时间，快速说出这句话，给了他们一个暗示，意思是别想着杀人灭口，他二叔已经派人来接了，就算想杀人灭口，也得考虑一下风险。果然，时常一下子就被唬住，改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说：那你身上有能证明身份的文书吗？没听我说话吗？我途中遇贼，连衣衫车架都不能保，遑论文书。可这没有凭证。普蝶户籍为证，如何说没有凭证？你尽管去查。哼，别说是琅琊王氏，就算是一个末流士族，你一个神场也万没有权利去查什么户籍谱牒。算了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就给你个凭证吧。你去给我捡根树枝来。
这是符咒。看清楚，这可是天师道最正宗的通光符，我琅琊王氏世传天师道，这个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王阳画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之敦煌道符，说来惭愧，这也是他唯一会画的符咒。至于通光符什么的，完全是蒙人的说辞。但这些军事大字不识几个，哪里知道这个？他们连世家大族平日里吃的是什么都想象不到，更遑论这些家族门内所传的知识信仰。再通过王阳的谈吐气派，基本已经相信了王阳，对他又敬又畏。却在这时，两个熟悉而突兀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我也姓琅琊王氏。”我也是琅琊王氏的。他顿觉大事不好。果然，这两货喊完之后，石场等人看向王阳，眼神中多了几分疑虑。兄弟，救救我！哥哥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此时的王阳心中无数草泥马闪过，他对着两人走过去，假意脚下不稳，差点被绊了一跤，随即顺势弯腰提鞋，左手趁机在被醋打湿的裤腿上狠狠地捏了一把。虽然已经挥发了不少醋液，但好在还能挤出些来。哥，快喝他们！小比，他只是把一块普通的布放在火上烤，却让其他人看呆了。敢问公子，这个图案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太阳，胡人自古就崇拜日月，汝不知《史记》中言：单于朝出营，拜日之时，生息拜月。这一通湖州的话语，却让这些士兵深信不疑。且不论王阳话语的真假，就凭这布料上忽然出现的圆形图案，足以证明眼前所抓的两人就是北谍。看来王公子真的是琅琊王氏，若不是大人物，怎懂得这些？可他们不知，这圆形图案并不是北谍的标识，而是王阳做的手脚。就在刚刚，他假意要扇两人巴掌，却在半路故意摔了一跤。爬起来的同时，手悄悄地在被醋打湿的裤腿上捏了一把。趁着打耳光的机会，他用沾有醋的手指在俊少年和壮汉的右臂上画了个小小的圆圈。指尖上沾有的醋液本就稀薄，肉眼很难辨认，但残留的醋液受热之后，水分就会被蒸发，醋的浓度会增加，痕迹便容易凸显。所以用火焰一烤，沾醋的地方会率先出现烤焦痕迹。公子刚刚多有得罪，但为什么你一开始不说出来，非说自己是浮浪人？你知道每年越境的北谍有多少人，发展的下线又有多少人？就连军中也有他的内应，不然我一见到你们，早就掀了他们的底，何必等到现在？意思是有奸细。北谍入境者多矣，人员复杂，互不相属。为了方便相认，他们在右袖上印上密石，用以确认身份。此事乃朝廷机密，我也只能说到这儿了。你若是觉得活得够了，尽可以对外宣扬。不敢，小人绝对不敢宣扬。时常自称小人，说明已经完全相信了王阳的话，但壮汉和俊少年却在一旁疯狂大叫：骗子，他是骗子，别信他，他不姓王，他杀了人，好几个人。他是假的，他是假冒的，冒牌货，他意图造反，谋朝篡位。这两人怎么处理？押回去，严加拷问。太麻烦。那公子的意思是，这不合规矩吧？他们既是北谍，带回去总能审出些什么？规矩？刚碰面的时候，你问都不问就射杀两人，还要把抓到的人送给上官玩乐，这又算什么规矩？阿曲林内静夜行，之前天色太暗，又有鲁阳遗文。我不想管此事，只是提醒你，这两个人留着未必是好事，他们可不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姓王的，你全家都不得好死，你阴谋害人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不要信他，他不是琅琊王家人，你们这群傻逼都被他骗了。你看，这两人都是死硬派，押回去，不要说问出什么就是间谍的事，他们也不会承认，然后又在口供上乱说一气，到时说不定你不但没功，反而有过。杀了他们，你就是杀掉4个北谍，押回去，那就是押回2个祸患。可北谍的事证据太少，如果没有口供，仅凭那个太阳密使什么的都不用，我为你作证，有琅琊王氏的证词，这就是最大的证据。4人的间谍身份由我担保，你和你的人杀，迭就我大功一件。遵命，老三丁九，现在奉王公子的令，把这2个碟子做了。王博士，我错了，王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我给你打下手，我不想死啊，我刚刚穿越，我是主角啊。小比崽子，你犯了法，故意杀人罪，教唆杀人罪，你永远回不去了，你不得好。王阳背过身去，只一瞬，骂声戛然而止，他感觉四肢冰冷僵麻，好像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。这是他第一次夺走别人的性命，但他不后悔。穿越后想在古代活着，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王阳一直都知道。请王公子随我们去见我们薛队主。见他一个微末下吏，哪值得我去见？你现在回去告诉他我在这儿，让他立即来见我。是，小人现在就去，你们留下来保护公子，你跟我来。老大，
我看这事有点悬，他说的再好也是空口白牙，万一真像那2个人说的那样，我问你，你说那2个人是北谍好呢，还是不是北谍好？那当然是北谍好了，杀了4个谍子，怎么着也能记一功，说不定还有赏钱拿利。那你还问个屁？可是如果那个人真是冒充的话，你傻，咱们只是回去汇报，真的假的都由薛队主王文书判断，和咱们有个毛的关系。回去把嘴管严了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记住。公子，这是小的刚打回来的山泉水，请公子解解渴。王阳没有理会众军士的讨好，冒姓狼牙只是权宜之计，一会儿还要应对一个貌似更难缠的队主。更悲催的是，现在自己连身处哪个朝代都弄不清，如今只知道一个大范围东晋南朝，而东晋南朝在后世又被称为5朝，包括5个在江南立国的政权，分别为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。得在那个什么薛队主来之前想办法搞清楚，如今到底是5朝中的哪一朝，这样编起瞎话来才能有的放矢。可怎么弄清楚呢？他想了想，决定先从旁边一个叫黑汉的小兵下手，用随意的语气问道：你们当兵几年了？回公子的话，小人从军8年。哦，那算是老兵了。为什么要从军呢？说错话了，南北朝还是士兵制的时代。哦，原来你们是兵家子，不是樱木的白丁。公子说的是，我们哪有福气做白丁？王阳自以为话题转换的自然得当，殊不知兵家子一词在当时含有不小的贬义，近乎于骂人，所以这句挽尊的话其实并不高明，可此时也只能继续尬聊下去。那你们识字吗？不识。小人识的几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竟识得字，倒是难得。公子见笑了，小人叫黑汉，为了教自家丫头，自己胡乱学了一些，总共也不认识几个字。哦，黑汉，那我考考你，我们的年号作何解啊？意思是永远明亮。永远明亮，我靠，难不成是永明？王阳心头一跳，这是5朝之中他最不熟悉的南齐的年号，因为南齐在东晋南朝中历史最短，政局最乱，更要命的是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个乱法，就连皇帝有谁，有几任，大臣有哪些，发生了什么大事，他都一概不知。但还没等他想好该怎么办，远处又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来了。王阳先发制人，待那人走近，还没等他开口，抓起水囊就朝着他的脸就砸了过去，却被他险险闪过。随着水囊落地，众军士皆是一愣。你是怎么带的兵？天子早有敕言，边防宜重，警哨须严。北谍在你辖区里住了2天，你居然一无所察。你当皇上的话是耳边风吗？小人不敢，小人不知啊。哼，也算你运气好，若非你手下杀敌立功，又救了本公子，否则你就是有10条命也担待不起。不过毕竟北谍已死，这件事我就不追究了。那人赶紧道谢，然后突然觉得哪里不对，王阳也不给他反应的时间，走到他面前继续斥责。我再问你，你明知我在此，却为什么姗姗来迟？来了，连马都不带一匹，难不成让我走路，是不把我琅琊王氏放在眼里吗？不敢，小人怎敢怠慢公子？只是营中无马，小人确实是无能为力啊。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哪年哪月做的队主？卑职姓薛，名陵，永明6年4月生的队主。你知道你做了几年队主吗？知道，还有10几天，正好满2年。王阳终于套出了现在的时间，永明8年4月，随即便让薛灵带自己回营休息。薛灵如逢大赦，可一路上越想越不对，自己是来查问细节，进而辨明真假的，怎么一句话都没问，反被他给查问了？这人是假的吗？可他就这么大拉拉地跟着我们回营，实在不像心虚的样子。算了，还是等王文书回营吧，看他能不能看出什么门道来。其实王阳何尝不想离开，他甚至想过直接喝退薛灵，让他们不许跟着自己。但这样一来，薛灵必定生疑，此时也只好先跟他回营，之后再想办法。你等等，重新说。他说他二叔当的是什么官？好像是散骑，什么事？散骑常侍。好像就是这个。怎么了？发现什么了？你看出什么来？快说呀！想急死我啊！这个人应该是假冒的啊！你说真的？这种事我会开玩笑吗？我刚从州府回来，现在的散骑常侍是南平王兼领骁骑将军萧睿，根本就不是琅琊王氏。好小子，来人，去把王公子给我叫过来。一会过后，王阳跟随着几个军士走进薛队主帐中，但一进去就发现气氛不对，薛队主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殷勤劲儿，帐中还多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，做文士打扮，正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看。难道他们怀疑自己了？今日得见琅琊王公子风采，真是3生有幸。你站起来。这是我们队的王文书。文书？
你说他是文书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的士大夫到了，原来是个文书，就是上书台的那些令史，在本公子面前也没有坐着的道理。你一个芝麻绿豆点的小吏，也配坐着和我说话？呵呵，公子好大的口气。不过也对，令叔既然贵为散骑常侍，自然目无下尘。不好！他汗毛一竖，瞬间明白自己的破绽在哪。只怪当时为了吓住这些军士，太过心急，以至于没有深思熟虑，否则定不会给自己内部存在的二叔安这么一个惹眼的官职。放肆！你们是来讽刺我叔父不是散骑常侍，我家世代衣冠，自可平流进取做至公卿，哪用得着资助官位大小？不是散骑常侍又如何？什么？难道你二叔不是散骑常侍？是谁说我二叔是散骑常侍的？我记得就是什么？本公子明明告诉过你，我二叔是散骑侍郎，你夸大官职，是何居心？我小人不知啊。黑汉，王公子当时到底说的是什么？回大人，王公子说的是散骑侍郎。难道他记错了？你真的记清了？绝对没错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就是这4个字。我当时还在想，散骑我听说过，可侍郎到底是个什么官？王阳不知道黑汉为什么要说谎，可眼下也不是细究的时候，当即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这一动作让王文书惊得站了起来，向王阳一一道地。只将王洛，不知贵人身份，言辞无状，多所冒犯，还望贵人海涵。这不是你坐的地方，滚下去！是，贵人息怒，贵人息怒。敢问王公子，令叔名讳是？就凭你也配打听我家尊长名讳？薛队主方才拍案是什么意思？小人是斥责王文书，不得对公子无礼。薛队主倒是知礼的人，但事数不杂做，我们如此连坐，也是与理不合吧？就这样，王阳再次唬住两人，训斥一番过后，再次回营休息。但他身上的疑点实在太多，薛队主和王文书又在营中悄悄议论起来。我说，你到底有谱没谱啊？真不好说真假，不过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要是真得罪了琅琊王氏，那你我可就……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有2个选择，一是我们按正常程序上报，二是我们自己验证。那就上报吧。队主可想好了？如果上报的话，就是报给黄庄主，到时黄庄主肯定亲自来接人，那我们可就再也沾不上手了。你说明白点，什么意思？这可是琅琊王氏啊，几辈子都碰不上的人物。别说咱们，就是他黄庄主，就是整个阿区树的树主，就算挤破头也是见不到的。你我2人无根无基，混到死也就这模样了。但如果能攀上琅琊王氏这棵大树，可问题是，人家能看上咱们吗？呵呵，若是平常自然看不上，但他现在落了难，正是需要我们相助的时候。助？怎么助？难道送他去健康找他叔？我们哪有这本事啊？我们自然没有本事送他去京都寻亲，但去荆州城的本事还是有的。你说江陵，去江陵有什么用？我这不刚从江陵回来吗？听说前一阵子城里来了个琅琊王氏，叫王泰，那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，之前在司徒府做高官，父祖都是3公9卿。是吗？他来荆州做什么官？不是做官，好像是来休养的。咱们正好可以带这个小纨绔去，只要进了王家的门，这身价，嘿嘿。可这小纨绔如果推脱不去怎么办？简单了，既然贾僧不敢见真佛，那咱们也就不用去江陵了，咱们直接……这一夜，王阳睡得很不好，因为在刚刚，王文书已经派人来告知王阳，明日将会送他去荆州，这是顶级的阳谋。若是他不答应，便是死路一条；但若是答应了，见到了真的琅琊王氏，恐怕自己会死得更惨。他一边思考着应对之策，一边迷迷糊糊的睡去，直到第2天，众军士便带着他行至荆州城门。你确定是这家？堂堂琅琊王氏就住这儿？这叫大隐隐于市，明氏就喜欢这个调调。你以为是暴发户啊？不过好像确实住得简单了点。黑汉，你去敲门。我们护送琅琊王公子至此，特来拜问同宗。差点忘了，这是王公子的名次。黑汉呈上名次，黑衣男子接过来，但只说了句稍等，便关了门。这一等就等了1个多时辰。王阳心中忐忑，本来就不知见面后是福是祸，当然不会去催，但薛队主却按捺不住，壮着胆子上前拍门。敢问先生，你家主人怎么说？不知。不知？这是啥意思？名次递上去了吗？
他娘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我上次来江陵，听说郡里的法曹参军拜访河东柳氏的公子，从大清早一直等到月亮出来，等了足足1天啊，最后连茶都没喝上一口。你想想，那可是法曹参军啊，多大的官，等了1天都没见着人。他琅琊王氏让咱们等着也正常。这不是让咱们等，这是让王公子等啊。两人一起看向王阳，心中各自琢磨起来。王阳此时也是进退两难，直到西沉，门内依旧没有任何动静。薛队主和王文书早已走到一边，窃窃私语起来。这小子难道真是假的？可就算是假的，也应该出来说一声吧。假的倒也未必，不过就算是真的，这大族之内支脉庞杂，荣辱高低，天悬地殊，也不稀奇。见了名次还如此冷落，只怕此人不是什么高知啊。可他二叔不是散骑高官吗？他二叔是散骑侍郎，他又不是，说不定是哪来的落魄子弟，打着他二叔的名头摆威风，说是二叔，谁知道是嫡亲二叔，还是哪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叔叔。再说了，你看看他，等了这么半天，竟无一点脾气，哪里像什么贵族子弟？叫他纨绔，真是高看他了。看来你我都被他给蒙了。此时王阳也意识自己犯了错，他等得很有耐心，却全然忘记了自己扮演的可是个贵族公子，哪有这样一声不吭站在门外等的道理。他马上做出一副色厉内荏的样子。王太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敬他是尊长，这才以礼相候，可他竟如此傲慢，捧高踩低，见我家不得势，便如此冷落，焉知我日后不能一飞冲天？不见算了，不等了。靠，这厮搞了半天，原来是琅琊王氏中的破落户，还真让王文书猜对了。既然公子都这么说了，那以后有机会再陪公子上门拜访，我等就先告辞了。以后有机会再陪公子。也不等王阳反应，两人便火急火燎的快步离去，只下令留了2个兵，让他们再照顾王阳几天，便自行归队。难道我们就这么走了？不走做什么？难不成还要把那个小祖宗请回去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？可万一他是假的呢？咱们也不管了。那万一要是真的呢？就不怕把咱俩关进去？再落魄也是琅琊王氏，得罪他干嘛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既然真假对咱们都没啥好处，那何必操这个心呢？两人一走，王阳心中大喜，但此时身边还有2个军士，只要甩掉他们，就能彻底恢复自由。他脑子一转，想到了一个极其无赖的主意。我暂时没地方去，这样吧，你们先借我点钱，等我二叔接我的人到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王公子，小人家中还有事，这就先回去一趟，以后再来伺候公子。要不你借我点钱花花？公子，我们兵户很少发饷钱，小人钱不多，只攒了33文，是全部的家当了，请公子取用。这是什么套路？自己破落户的形象这么鲜明，难道他看不出？又或者是薛队主和王文书安排的，在查证自己真实身份之前，不准许脱离监控？公子，这点钱实在不多，连一顿好的餐食都吃不上，再说吃过之后还要住宿，那就更不够了。公子如果不嫌弃，可以去小人家中住。去你家，小人一定竭尽所能，照料好公子。此时没法子拒绝黑汉，王阳满腹疑虑地跟着他出了城，但越走行人越少，越走越偏僻。这人该不会是暗地里做着什么人口买卖或者绑票的生意吧？莫不是他看中自己琅琊王氏的身份，想绑了，然后向王家勒索？莫不是他看中自己琅琊王氏的身份，想绑了，然后向王家勒索？他心中警意大作，趁黑汉不注意，在地上捡了块石头，藏在袖里。果然，走了一会后，黑汉忽然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看他。公子，前面就是我们八营。八营？难道把我骗到另一个兵营来了？因为我们是兵户嘛，家人都得负营压力，集中居住，所以我们住的地方又叫营村。我们是第8营，也就是八营村。王阳想起六朝时兵户还有个别名叫营户，或许即与这种居住模式有关。这座村子全都是世袭的兵户，远远望去就是一片破茅屋，显得很是脏乱贫穷。阿武，我的小阿武。爹，我还以为又要等1个月才能见到你呢。还真是回家。阿武，咱家来贵客了，快行礼，叫王公子。见过王公子。你叫阿武，是不是哪个武字？你先去准备吃的招待王公子，爹爹一会儿来帮你。有件事怪小人忘了提前和公子说，但公子已经既然到了，小人也不能隐瞒。我女儿她。你女儿怎么了？她是双五儿。双五儿是什么？公子没有听说过双五儿？阿武是5月5日生的。王阳想起古代的一个习俗，5月5不举子，
举就是养的意思。民间迷信以5月5日即端午节为恶日，故而发展出种种去邪除秽的活动。当时的人们认为双五宝宝会妨害父母甚至他人，所以多有遗弃不养之事。双五之际，纯属无稽之谈。孟尝君还是5月5日生的，不照样名留青史？我就知道公子学问渊博，不会在意这些的。这和学问渊博有什么关系？知道的越多，人就越开阔啊，哪像我们村子里这些。嗨，不提了。公子能不能给我讲讲那个姓孟的大人物？我以后好和别人说道说道。黑汉家很小，只有2个小屋，一间土坑，一间带灶台兼储藏室。而此时的小阿五人还没有灶台高，只能垫着一块大石头开始做饭。阿五今年多大了？回公子，他今年7岁了。这么小就会做饭了？他娘呢？他娘嫌阿五是5月5生的，坚持要把阿五扔河里，我不同意，便大吵了一架。我一时没忍住把他给打了，然后就离婚了。听说她现在嫁了一个卖辣的，去了健康，日子应该过得很好吧？那你去兵营时都是阿五一个人在家？是啊，起初我还找邻居帮忙照看一下，可邻居们都不愿意来。好在阿五又聪明又争气，能自己照顾自己。我上个月回来，公子猜怎么着？嘿，他连针线活都学会了。爹，王公子吃饭了。阿五小心翼翼端来几个碗，这是王阳穿越后的第2餐。第1餐时在军营中吃的，稍微有点荤腥，但这一餐只有1碗豆麦粥、豆叶汤，1碟盐腌黑豆。王阳看了看，毫无食欲。不是让你做豆麦饭吗？怎么做成了粥了？总共就那么点麦子，还想留到寒食节做大麦粥呢。你呀，我挺喜欢阿五的，你们过来一起吃饭吧。王阳不好意思喧宾夺主，找了个理由叫2人上桌。待见了2人的碗，才知道他们和自己吃的不一样。父女俩吃的只有蒸豆粒。王阳面前的餐饭虽然简陋，但却让小女孩双眼放光，边吃边偷看王阳的餐饭。想吃吗？来，我胃口不好，分你点。不用，公子饿了一天了，快些吃吧，不用管他。我只能喝半碗，剩下的没人吃，就倒了吧。说完，他假意要出去倒粥，谁知小阿五噌的一声站了起来，伸出碗，鼓足勇气说：要倒就到这里。阿五，没事。阿五吃，爹在军营里常吃。爹爹又骗人。黑汉，把碗端来，我也分你点粥。无论王阳怎么说，黑汉就是不肯。王阳也只能皱着眉喝粥。这一表情被黑汉看到，又对着女儿说：把箱底那块布拿出来，去张李四家给王公子换干盏来。不用，我喝这个就行。他也不敢再尝味道，咬了咬牙，把和菜羹一股脑的灌了下去，表情痛苦，犹如喝药一般。小阿五看得很心疼，当然不是心疼王阳，而是心疼和菜羹。喂，既然这么难喝，那就别喝了，给我留半碗也好啊。吃完饭后，父女俩到储藏室休息，把家里唯一的床让给王阳。他盖着破被，听着隔壁父女俩温馨的笑声，觉得有些孤单。穿越之后，一个又一个危机接踵而至，根本没有时间怀想原来的亲朋与生活，没有时间规划未来的行动方向，甚至没有时间思考穿越这件事本身。他就像一个被野兽追赶的人，一连跑了1天1夜，现在终于有机会略作喘息，开始思考穿越的条件是什么。如果是魂瓶，那触发魂瓶发动穿越的机制又是什么？当时在博物馆中有5个人围看魂瓶，而在同一时刻，南齐这边也有5个人围着魂瓶，这是巧合吗？会不会因为这种巧合才发生了穿越？可最终为什么只有4人穿越成功？还有这具身体的原主在哪儿？为什么自己没有原主的记忆？有没有可能在自己穿越到古代的同时，原主也穿越到现代了？他就这样胡思乱想着，不一会就进入梦乡，却在半夜听见了一阵突兀的砸门声。王阳一下子坐了起来，第一反应就是假冒身份的事暴露了，薛队主带人来抓自己了。开门，再不开就撞门了。回来了，怎么不说一声？小的刚回来，还没来得及向三爷请安。没关系，只要把钱还了，现在请安也来得及。小的已经打听清楚了，那女人嫁了个大商人，现在住在健康，一定有钱还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去京都找人？小人不敢，只是钱是那女人借的，她卷了钱就跑了，小人没见到1文钱啊。妻债夫还，自古皆然。可我们早就离婚了。你是离婚还是休妻，都跟我都没关系。担保画押的是你，治底的是你女儿，要么你还钱，要么教女儿，你选一个。黑汉痛恨自己愚蠢，那女人1年前回来，可怜兮兮的哀求他，说要痛改前非。黑汉一方面念着旧情，再加上为了阿五，心一软便答应和好。没想到那女人让黑汉借钱投不行，
说今后好好过日子，还偷偷找人配合，调包文书，瞒天过海的用阿武做抵押，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签字担保。三爷，小人只有这一个女儿，小人是被骗着签了保书啊。以三爷的神通广大，什么人找不到？张阿女嫁给了一个姓刘的蜡生，他们现在就住在健康，求您给小人留条生路。你看看你，搞得我像恶霸一样。其实啊，我这个人很简单的，你只要按规矩办事，那我肯定也不会为难你。是还钱，是交人，你总得选一样。你如果一样都不选，那你可就别怪我了。我暂时没钱，这个房子您拿去，房子里的东西您随便。你是在逗我吗？你这破房子白给我都不要。行了，赶紧跟你女儿交代几句，再收拾几件她穿的衣物，我给你留半刻钟的时间。黑汉只觉天塌地陷，一把抱住杜三爷的腿，边哭边哀求。杜三爷见挣脱不开，使了个眼色，两下人立马上前拉开了黑汉。却在这时，储藏室的门开了，阿武抱着刀冲上来，可他力气实在太小，根本拔不动刀鞘，只能把刀鞘尖对准杜三爷。放开我爹爹！哟，是个有胆量的，来，把这小丫头带走。放开我爹爹！哟，是个有胆量的，来，把这小丫头带走。爹，咱们报官抓他们。好，你们报，最好报到荆州府衙去，好久都没人敢和我打官司了。黑汉知道报官根本没用，这杜三爷来头甚大，黑白两道通吃，别说自己签了契约，未必占理，就算是占理，也根本不可能斗过这个人。于是他大哭起来，哭声响彻夜空，惊动了左邻右舍。八营村的李斯带着7、8个乡民匆匆赶到屋外。司大人，救命啊！他们要抢阿武！谁敢在营村闹事？是我。这不是三爷吗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滚！好嘞。动手！4个大汉围拢而上。黑汉眼见李斯逃走，心中已经绝望，正想拔出腰刀拼命，却听见一声清亮的嗓音：谁敢？王公子，求王公子救救阿武！我不欠别人的情，你们薛队主救过我，你服侍我，又服侍的不错。我本想让你做个队主，算是报答，但既然出了这档子事，我就帮你一次。至于做不做队主，就全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多谢王公子，多谢王公子，小人不愿做队主，只要保住阿武就够了。你是谁？人生在世，全靠演技。王阳看也不看杜三爷一眼，从容地坐到他吃晚饭时的坐席上，淡淡说道：来人看坐。坐吧。坐就不必了，你自报家门吧。呵呵，这次出游遭难很有意思，见了很多以前见不到的人，看了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事，就连阿猫阿狗也能跑来问我的家门。甘林木，敢这么跟三爷说话？4个手下边骂边拥上前去。王阳心里怕得要命，可脸上却全是轻蔑之色，眼神要多不屑有多不屑，全当这些人都如蝼蚁一般。手握日月摘星辰，世间无我这般人。马德黑汉，你倒是主动过来拦一下啊！黑汉，把刚才骂娘的那人杀了啊！我母乃陈俊，谢氏乳母者，死！杀这个人算我头上，你不用怕，就是闹到陛下那儿也不会有事。陈俊谢氏，你母亲是陈俊谢氏，那你是？黑汉还不动手？黑汉智商重新上线，唰的一声拔出刀来，那骂人的下人以下的6神无主，竟连逃跑也忘了，只是颤声道：三爷救我！还不马上向公子请罪！公子，小人糊涂，小人说错了，求公子饶命。王阳当然不能杀他，但既然之前说了乳母者死，现在他一认错就立即改口相饶，实在显得有些丢份儿。最好再来一个台阶，然后就能顺理成章的走下来。可这个台阶在哪呢？按照一般形式，杜三爷此时应该出来打圆场，可他现在却一声不吭，看王阳准备如何收场。此时此刻，众人全都噤若寒蝉，空气仿佛被凝结一般。爹爹，不能杀人！公子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一定不会杀人的。长得好看和不会杀人有什么关系？长得好看的都是好人啊，好人当然不杀人，恶人杀人，恶人长得丑。你个小机灵鬼，颇有我小时候的风采。好，既然我像好人，那这个人我就不杀了。黑汉，把刀收起来。这位公子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背景，我们无冤无仇，我也没想过得罪你，只是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不管到哪儿说也驳不了这个理。他欠你多少钱？13200钱。根本没有这么多。这
之前是没有这么多，但你一直不还，每月生利1分，契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可以自己算，我还不至于蒙你这点小钱。呵呵，不就是这点钱吗？你等3天，3天后给你拿钱便是。他现在拿不出来，过3天就能拿出来了。他是拿不出来，但我可以。3天后接我的人就到了，3日后有时你来这儿拿钱。可我凭什么要等上3天？琅琊王氏这4个字不够你等上3天吗？虽然早怀疑此人出身高门士族，可听他亲口说出琅琊王氏的时候，杜三爷还是很吃惊。王阳一笑，并不说话。这种时候需要捧角儿。果然，黑汉脑子一转，跳了出来。这位便是琅琊王公子，叔父官拜散骑侍郎。散骑侍郎，荆州城里只有一个琅琊王氏，就是住在寿康巷丁家老宅里的那位，姓王名泰，年39，阁下年纪甚轻，实在不像39的样子。击鼓齐汤，踊跃用兵，土国成曹，我独难行。你这是何意？从孙子仲平陈语颂，不，我已归，忧心有冲。王阳越念越兴起。杜三爷见多识广，听出王阳这音调鼻音厚重，音节较长，似乎和北方话有点像。真要继续向下听时，宋师生戛然而止。明白了吗？这明白什么？此为洛生咏，乃中原正音，自五胡乱华，衣冠难度，能作此音者少。江南士族虽多，却只能作吴语而已。可于我而言，此乃我家故物，何难之有？王阳可没机会被高门家学熏染，但他却接受过现代学术训练，所念的洛生咏虽不能完美复现标准洛音，却也相差不远。杜三爷一个粗人，哪懂分辨什么洛生咏，直接被镇住了。王公子雅人高志，我这种俗人是不懂的。我是做生意的，做生意有生意的规矩，延后3天还钱可以，但要请王公子做保人，在契上签字。拿契约来。事到如今，王阳一旦拒绝签字，便会被看出破绽。这契约他还不得不签。仔细阅读之后，并没有其他附加条款。他坦然提笔，在保人下写了王阳2个字，又按上手印。杜三爷的面色这才好了些。公子还需写上年龄。懒得写了，就这样吧。这么点小钱，写什么年龄？杜三爷强忍怒火，告辞而去。一路上脸色殊为不善，他筹谋多时，今晚本该是大功告成之日，结果不知道从哪冒出个身份不明的小子，不仅把事给搅了，还把债务担了下来。三爷，那个人真的是琅琊王氏吗？是真是假，一查便知。哼，王阳，你不可能是琅琊王氏。王公子，您就是我家的大恩人，以后不管上刀山还是下油锅，只要是您吩咐的事，黑汉一定照办。公子，阿武错了，阿武不该分你的粥。明天早上阿武给你做好吃的。阿武，你先回屋睡觉，我和你爹爹商量一些事情。这件事你预谋了多久了？公子，您说什么？什么预谋？我可以帮你，但我不喜欢被人利用。你还有最后一次说实话的机会。公子息怒，小人说实话，小人是担心杜三爷上门讨债，可小人也是真心想帮公子的忙啊。小人知道公子暂时不知道住在何处，所以想邀公子来家中做客，不全是因为杜三爷的原因。所以你让我来你家，是要用我挡杜三爷的刀？小人绝无此意，小人只是想以公子的身份，肯定能吓退杜三爷，让他去找那个女人要钱，或者让他再多宽限小人一些时日。可谁知道他让我替你还钱？不，公子，小人不会白要您这笔钱的，这些钱算小人借您的，小人以后一定还您。还我？可如果说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？如果说3天后接我的人不到呢？如果说就算接我的人到了，我还是没钱替你还债呢？等天一亮，公子便离开荆州，我是第一保人，这件事就落在小人身上了。你准备怎么办？无非是带着刀拼他个鱼死网破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死了阿武怎么办？公子如果能带走阿武，小人下辈子愿当牛做马，报答公子。这不行，小阿武鬼精鬼精的，我可应付不了。不过呢，钱我可以筹，阿武呢还是由你来管。公子，您怎么不信啊？我信，只是时间只有3天，这么多钱，公子去哪筹啊？只是时间只有3天，这么多钱，公子去哪筹啊？书中自有黄金屋呢。这个长得好看的琅琊王公子还真不是个坏人呢。王阳一觉睡到天亮，忽然闻到了饭菜的香味。从穿越开始就没好好吃过饭，此时不由得腹内大饥。出屋一看，只见木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。王公子，您醒了，洗把脸吧。小阿武呢？他去捡田螺了。那等他回来一起吃饭。公子您用，我和他早就吃过了，当时看您在睡觉，没敢叫您。哦，饭菜可能都凉了，
我给您热一下吧。不用麻烦，我早饿了。这是他穿越以来的第3顿饭，也是最丰盛的一顿：1碗麦饭，1个煮鸡蛋，1碟酱菜，1罐糟鱼，也就是黑汉昨天所谓的干炸。但他不舍得吃完，把煮鸡蛋和半罐糟鱼放到一边，等着阿武回来吃。正巧在此时，阿武提着一个木桶走入院中。王阳一看，不由得奇怪，只见小阿武全身泥浆，之前的长发也不见了，变成齐耳的短发。阿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打了一架，我把那个小少爷给揍了。李斯家的小少爷？哎呦，小祖宗，你又惹祸了。公子看，田螺，晚上给你煮田螺粥喝。你的头发，哎嘿，不丑吧？阿武把头发卖了，说昨晚答应了，要让公子吃顿好的。明天早上阿武给你做好吃的。王阳耳边顿时回想起小阿武昨晚的话，当时只是一笑，却没想到一句做好吃的，却要这个小姑娘付出这样的代价。他觉心中有些发堵，可没来得及说话，却见张李斯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，身后还跟着一个眼眶乌黑、浑身是泥的小男孩。黑子，你看看你家丫头给我孙儿打的，你说你这丫头是能管还是不能管？大人消消气，我已经重重教训过他了，还不给小少爷赔礼道歉？小少爷，来，我给你赔礼道歉。瞧你这出息，有阿翁在这儿，你怕什么？哈哈，看样子是被小阿武揍怕了。小少爷对不起，虽然你笑我头发，说我没娘，掀我田螺桶，和大飞2个人一起打我，但我不应该还手，应该老老实实的让你们打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真实情况其实是小少爷挑衅在先，不过却是阿武先动的手。可被他这么一说，事情就变了个模样。张李斯顿时怔住，黑汉也被蒙住了，以为女儿是遭了多大的委屈。你胡说，是你先动手打人，所以你和大飞没动手打我是不是？你敢当着李斯大人的面发誓吗？快给李斯大人赔罪。赔什么罪？小孩打架又没打伤，哪有赔罪一说？看看眼睛都打青了，还敢说没伤？才这么小就如此的乖戾刁蛮，长大了不是泼妇就是悍妇，难怪是双我儿，谁沾谁倒霉。阿武，这倒是你的不对了，你说你也是，怎么就不打对称呢？你是什么人，敢来戏弄我？大人，这是琅琊王氏的公子。我管你什么公？你说谁？琅琊王。李斯大人，你还没向王公子磕头呢，我和爹爹今早都磕过头了，昨天杜三爷来也是磕了头才走的。小阿武自然是在说谎，而且说的半真半假，十分有迷惑性。张李斯心中掀起惊涛骇浪，可转念又一想，此人穿着如此寻常，哪有一点士族的样子？怪力乱神，孔子不语，去俗忌讳，近于妖妄。像双我儿这样的话，渔夫渔妇乱信乱说也就罢了，你身为一里之长，直司民户，如果也跟着瞎起哄，成什么样子？朝廷治化之道，教庶民移风俗，岂不都成了空谈了？我问你，荆州有郡学吗？有2个，都在荆州城内。有2个，官设学校一般都是一个，怎么荆州有2个？一个是荆州本地原有的地方郡学，一个是大司马豫章王当年在荆州主政时立的王管学。2个学校的祭酒是谁？地方郡学的祭酒是刘昭刘大人，王管学祭酒是柳潭柳大人。公子应该识得。我为什么应该识得？柳大人出河东柳氏，与公子一样是高门乔姓，想来应该是认识的吧？王阳当然知道，张李斯还在试探他，当即眉毛一挑，冷声道：我问你什么就答什么，不像杜三儿一样说些不该说的话，徒惹人厌。杜三儿，杜三爷可是有雄厚背景的，他竟然叫他杜三儿，难道他真是琅琊王氏？我再问你，刘昭、柳潭治何经典？公子息怒，他们治的都是尚书。他们治尚书治的是哪一家？哪一家？这小人不知。行吧，你回去吧，记住了，以后善待乡里，不可无事生非。张李斯唯唯而退，王阳则是心中一喜，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。先前签字画押时，杜三爷借笔墨便是从李斯家借的，所以王阳猜出张李斯一定读过书，所以才会问他学校的事。作为一个穿越而来的文学博士，在古代最好的搞钱办法便是舞文弄墨，但其实他一开始也想过发明东西出去卖，只是这想法刚出就被他否决了。一来涉及从商资格，二来时间太紧，只有3天时间凑钱。一件好一点的衣服和鞋，适合我穿的，要多少钱？公子平常穿什么样的衣服？你不用问我，只要是一般士族子弟穿的那种就可以。这个小人不太了解，不过好一点的布料，怎么着也得700-800钱一匹，做成衣服的话可能得上千。就算2000钱好了，我需要2000钱，你能凑多少？公子，您要买衣服？对，还要买好衣服。怎么，
舍不得啊。正所谓人靠衣装，没有一身合适的衣服，怎么混进古代上流社会？但黑汉哪里知道王阳的想法，他家里已经没剩多少钱了，可还是咬了咬牙，对王阳说道：小人家中还存了点钱，再卖些物件，应该能凑出300钱。是500钱。这怎么会在你这儿？那女人回来之后，我怕她再逃，所以偷偷藏了这件首饰。她那木盒里装的其实是筷子，可惜她那对翠镯子太显眼，不然我也给她换了。阿五，我不想还钱的办法，反而向你爹爹要钱买衣服，你不生气吗？第一，这钱本来就不是公子欠的，公子昨天帮我们出头，延缓3天，已经是大大的好心了。就算还不出，我们也感谢你，不会生你气的。第二，公子帮了我们就要还情，虽然2000钱有点多，但我们还是要尽量凑的。第三，我觉得公子要钱不是为了穿好的，而是和还钱有关。爹爹说过，想要有收获，就一定要舍得付出。我们的2000钱是付出，公子的好衣服也是付出。这丫头了不得啊！我小时候都没她精，说不定我根本没想帮你们还钱，只是想穿好的。你不会的，如果你不想帮我们，今早就走了。你错了，万一我留下来就是为了骗你们2000钱，等骗完再走呢？公子，你那么大的本事，可千万别骗我们钱啊！阿五，下来，公子这是在逗你呢。公子，这钱如果不够，我还可以找其他人借点。那感情好，不过现在谁还敢借给你？以小人的名义，自然没人敢借，所以我打算以公子的名义来借。行，你去吧，能借多少是多少。得到了王阳的同意，黑汉马上出门，转身就来到了同村的丁九家。在这个村子里，都是世袭的兵户，两人同在阿曲树当兵5年，关系也不错。但当丁九开门看见是黑汉后，表情马上就难看起来。阿九，我找你借点钱。哎，不是我不借你，你也知道我家那娘们败家，我儿子前一阵还生病，我昨天又赌了几把，手气不好，我丈人又进了批栗子。这老头也是，你也知道，现在粮价涨了，饭都吃不饱，谁还有闲钱吃栗子啊？阿九，这钱不是我要用，而是王公子要用。如果你肯借，哪怕1000钱，我第一保证肯定还你钱，第二王公子绝对记你的人情。啥？你还跟着王公子？那天在那个什么寿康巷的情形你也见到了，人家根本不让他进门，连一句话都懒得说。那家伙不是骗子就是落魄户，现在摆明了要唬你钱花，你可千万别再上当了。若是他身份要是没问题，咱队主和文书能走，早巴结上了，还留着给你巴结。其实我巴结他，不是因为他的氏族身份，这话骗外人行，和我说就没意思了。真的，或者说不全是因为这个吧。他是真是假我不知道，但就凭他穿的破烂，什么证明文书都没有，却能几句话让咱队主文书都不敢小觑。就凭他3言2句间便翻转形势，让队主杀了那2个反咬他的北谍，我就觉得他有本事，不是常人。就先不说氏族不氏族的事，这样的人你我一辈子恐怕都碰不到。就算碰到，如果人家没落单，咱有机会认识吗？你不是常抱怨说没有机会出头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怎么就不懂得抓住呢？那他要借多少钱？1500。借这么多做什么啊？盖房子啊？做什么不能说，反正对王公子有用。你要是借，我回去就告诉王公子，这是丁九的钱，借不借在你。给，这是500钱。好，日后一定还你。你别担心，要不给你立个气。立气倒不用，不过你得让王公子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帮我脱兵籍。阿九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就是拿1万钱找人想脱兵籍，你有那个门路吗？1万钱都办不了的事，你借人500就想办？你是怕他没能力帮我脱兵籍吧？那我怎么借？总不能空手套白狼吧？我也不知道公子会不会同意，但这个就是赌了。你愿意用500下注搏个机会，那你就借；不愿意就不借。下不下这个注，下大下小都由你定。老黑，你别急啊，500钱都给你，你查一下，回去记得和王公子说这是我借的钱啊。黑汉走了之后，丁九琢磨着黑汉的话，突然跑进家里，着急忙慌的去开箱柜。他平日十分好赌，为了追加赌注，想把家里所积攒下来的2000钱全压上去，但妻子却像疯了一样扑上去厮打丁九。你今天还敢动1文钱，老娘就和你拼命，这日子不过了。
一阵厮打吵骂之后，丁九想追加赌注一事，彻底泡汤。但作为本场大战胜利者的妻子，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件事以后会成为丈夫一辈子的画饼。公子，这里一共是900，我再卖点东西，应该还能再凑100钱。不用，900和1000差别不大，就这么着吧。咱们现在就去荆州城。公子，能不能也带我去看看？我还没进过城呢。下次带你进城玩。等我回来给你带糖吃。真的？就这样，两人来到了荆州城中的成衣铺。为了方便行事，他和黑汉都扮成为主人采购衣物的仆从。但逛了许久，却发现1000钱连一件士大夫穿的衣服都买不起。二位客官，你们看了这么久，要不就直接说你们家主人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衣服？你们这最便宜的拿来我看看。再便宜总不能穿粗麻吧，毕竟是士族啊。是啊，要适合士族的，最便宜的多少钱？哈，果然是这样，这两人就是衣主衣仆，而且没有钱，真是浪费时间。哎，再给他选一件，还不买就打发走好了。你看看这件白夹衣怎么样？有什么区别吗？这不和之前那件月布细纱一样吗？客官，不是行家是看不出来的，这是细纺的革布，价格只要2200钱。原来是 A 货，算了，贾氏族穿甲名牌倒也对路。你看1000能不能卖？客官，这是最便宜的了，要是嫌贵，还是去别家看看吧。两人拉扯一番，最后王阳又表示要在这儿买履，店家这才勉强同意降价到2000钱。但问题是，王阳现在哪里有2000钱？我身上没带那么多，你先把这件衣服留着，我们回去拿钱。公子，咱们去哪筹钱啊？我想想。我可是为了你好，公子。嘘，听我的，就坐这儿看看得了，不值当。什么就不值当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这招早有人用过了。陈俊英是殷家那个小五，也跟你似的，换了衣服去碰车，结果咋样？腿都让人打折了，还走了官。莫说他爹是州里的至中从事，就说他是殷家子，也断没有白挨一顿打的道理。结果呢，不仅白挨了打，还被抓到牢里，关了6、7天。王阳虽然听不懂，但知道这里有误会。小胖应该是看他穿着普通，又听了黑汉叫公子，便以为他是故意换的衣服，只是不知道他说的碰车是什么意思。此时也只好顺着他的话。至中从事可是上左啊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是玉阳乐氏荆州别驾之子，不照样进不得钱？天可明鉴，我可不是殷小五那种寻花问柳的老手，我是真心仰慕谢娘子。一封信在怀里揣了2个月，却连递都没有机会递上去。谢娘子是谁？我是为了你好，又是拦你，又给你讲内幕，结果你还在那儿跟我装。你要是想去就去，没人管你。兄弟，你别生气，我是真不知道，我不是本地人，是和人打赌输了，这才来的。多亏你提醒，要不今天还真吃了大亏了。这桌酒我请了，向你道谢。店家再上2盘下酒菜。不必，这儿有什么吃头？要不是占着地利，谁来这儿吃饭？等瞧完谢娘子，咱们去聚鼎香吃。玉阳乐旁，字子高，琅琊王阳，字之言。你是琅琊王氏，那王太是你什么人？同宗而已。话说那个谢娘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琅琊王氏，竟然不知道谢令家中不减尽是谢道韫风采的谢四娘子，你不住健康吗？我是王氏远支叔叔，是住不上乌衣巷的。我也没去过健康，不过听人说谢四娘子在京都很有盛名，她是谢斐唯一的女儿。谢斐你知道吧？今年刚升的中书令。原来是宰相之女，不错，不然就算她是陈俊谢氏，也不能让殷家吃这个哑巴亏。不过她出名可不是因为相女的身份，而是她姿容绝丽，才韵无双，和西昌侯女、沈平东妹合称帝京三叔。明白了，搞了半天，这群人就相当于现代的追星少年啊。那对面住着是会须师太，极竟查到当年豫章王出镇荆州，对他甚是礼敬，豫章王妃还随他受过禅法。谢四娘子每5天来一次，随会须师太学习茶道，每次2个时辰即出，准时得很。不知今日怎么耽搁了？我这封信在怀里揣了2个月，怕是永远送不到他手上了。你往他家里送啊？哪有这么简单？这么干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可连婢女那关都过不了。还有路上拦车送信的，冲进酒楼雅间送信的，甚至还有用纸鸢送的，什么招都有。可人家就是不接，就算不小心接到，也是随手就扔，看也不看。哎啊，搞钱的机会来了。其实想让他看信也不是什么难事。
吹牛，想让他看信，就得先把信送到他手上。当然，不送到怎么看？可就算送到他手上，他也不看啊。所以呀，就要让他不得不看。求王兄助我，要是能让他看我的信，我愿1个月不食肉。这事儿我帮你办了，不过我也有一事相求。我囊中羞涩，想向你借2000钱，日后一定还你。你如果真能办成，这2000算作报酬，不用还。钱我是一定要还的。你刚才拉住我不让我过去，又给我讲了这么多，这个钱我记下了。帮你送信是举手之劳，哪用什么报酬？我们既然谈人情，就不谈价钱。若非我实在是急着用钱，否则这2000也不向你借。谈人情就不谈价钱，说得好，那请王兄指点了。乐兄，先把信给我看一下。你小子千方百计想送信，送的就是这个啊？对呀，怎么了？难道诗写的不好吗？你说你第一次给人送诗就送吟诗，你厉害。吟诗？什么吟诗？还装。风起九半萧柳，垂复柳摇。好花乘青露，长洲待晚潮。莺啼远相唤，快步过窄桥。不谈芳草碧，先尝紫葡萄。这哪里吟啊？这不是写景吗？以景喻情，表达我闲适旷远的风度。这是我表兄说的啊。你表兄？我不会写诗，这是我表兄带我写的。说谢四娘子喜欢他家先辈谢灵运的诗，所以最好写清新自然的山水诗，投其所好。谢灵运山水诗，清新自然。这首诗除了第一句前5个字之外，没一句是干净的。怎么可能？什么是柳？什么是花？写舟为什么要写长舟？说桥为什么要说窄桥？莺啼是什么？芳草是什么？又路又潮，又是快步，又是尝葡萄。你给我好好想。孙铎，你个王八蛋！别生气，笔拿来，我给你写。又是诗，还是7言？不都写5言吗？这谢娘子能喜欢吗？哎，别问，你按我说的办，这事能成。此时的街上，一个少女坐在车中，身如仙月，眸若星辰，好看的细眉微微蹙起，有如墨画。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谢家四娘子谢星寒。她刚从会叙师太那出来，正欲回家，却见一个小胖子堵在了路中间。在下玉阳乐旁，问谢府四娘子行安。喝退！一众纨绔少年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，共同起哄喝彩，看向乐旁的目光，或像看一个真正的勇士，或像看难得一见的大傻叉。而乐旁此时也慌了，连王阳教他说的话都说不完整。别，我来，我是来。哎呀，真没用，不行，2000钱还没拿到手，我得再帮他一把。我家公子是来还钱的，谢氏衣冠之家，光天化日，竟然当街打人。我家公子是来还钱的，谢氏衣冠之家，光天化日，竟然当街打人。棍棒尚未及身，何谓打人？老虎追人，欲咬虎牙，尚未及身，被追的人连老虎咬人都不能喊了吗？要还钱，自去府上头次通明，说明情由，岂有路上拦车私相授受的道理？王阳给乐旁使了眼色，乐旁却焦急地摇摇头，不知如何应对。王阳无奈，只能继续替乐旁答道：娘子不收私信，是以头次无门，通明无由，心底无私。天地宽，如今在朗朗乾坤之下，通衢大道之中，公开问好还债，何谓私相授受？实在要说授受，则有私相2字，却不敢当。我家娘子根本没借出过钱，别人也自然谈不上还债。我又没说我家公子欠你家娘子的钱，是我家先祖欠你家娘子先祖的钱。我家公子现在是代祖还钱，还请娘子代祖收账。满口胡言。别急，我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快拿信啊！乐旁这才反应过来，拿出王阳为他写的书信。谢星寒将信将疑，命家仆递上。随着信被传进车中，乐旁又是幸福又是紧张，也对王阳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但王阳此时则在思考，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形，应该如何脱身。在马车上，谢星寒接过信纸，打开后一看，却发现是一首诗，上面写着：骆驼江湖在九行，楚腰纤细掌中轻，东山总为苍生起，赢得风流宰相名，杯酒翻酿消沉泪，敲其惊破北敌心，5万蒲葵能破下，半晌凉风万载情。而在诗后还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：谢太傅助于先祖卖蒲葵上5万，其情至今未报。此诗既追思谢太傅之告义，又为余之心气。心气者，其在心中，为思一报。望谢娘子勿辞，言不尽意，欲扬乐旁顿首。谢太傅指的便是谢安，谢安乃千古风流宰相，
是东晋时陈郡谢氏的领袖人物，自然也是谢兴涵的同族前辈，故而王阳的这首《咏谢安》正可谓溜须拍马溜对了对象，而事后的那行小字正是王阳斗的机灵。在历史上，谢安一个同乡被免职，还乡前积压了5万柄蒲葵扇，谢安为助同乡，取扇一柄自用。京都士族数名闻谢安用蒲葵扇，皆争相抢购效仿，竟硬生生地将扇价抬高了数倍。此事广为流传，但故事中被谢安帮助的同乡却没能留下姓名，这就给了王阳发挥的空间。但谢娘子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看不出里面的门道？抓起来！娘子吩咐，抓人！快跑！谢府4仆一起拥上，王阳拽起乐庞就跑，可乐庞没反应过来，竟呆立原地不动。王阳无奈，忽然撒出一把铜钱，捡钱了。百姓争相捡钱，众少年齐声鼓噪，场面登时大乱。王阳、乐庞、黑汉3人也趁着这个机会向外狂奔。别跑了，不行了，实在跑不动。甩掉了。好兄弟，今天多亏你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走，跟我回家，咱们好好喝一杯。乐庞心里十分高兴，信总算送出去了。虽然结果差强人意，但还是让谢娘子记住了自己，当即就要和王阳回家把酒言欢。但王阳却不敢和小胖回家，因为小胖他爹是荆州别驾。小胖虽然看不出自己身份真假，可他爹就未必了。改日吧，今天我还有事，等忙完再登门拜访。还改日什么？就今天。再说你不是需要2000钱吗？我身上带的钱不多，也就1贯，你随我回家喝酒，顺便拿钱。我今天确实不方便，酒改天喝也一样。黑汉，你随乐公子取钱。乐庞见王阳执意不肯，也就不再强求。他带上黑汉到了别驾府，但黑汉不肯进门，乐庞也只能由着他，独自一人走入院中。双吉，你去我账上支2000钱给门外的那个黑脸汉子。少爷。阿昌，你点10个人，拿着棍子跟我去堵孙铎这个王八蛋。愣着干嘛？连我的话也不听了。逆子还有脸回来？来人，把这逆子拿下！爹，这是要干嘛？我犯什么错？少爷，对不住了。逆子跪下！爹，跪下！哎呦啊！爹，你倒是，哎呦，为什么打我啊？还问为什么？打的就是你个博浪无形、不学无术的逆子！乐大人不必动怒，先把话问清楚，再动手也不迟。谁在那儿？我问你，这首诗是谁写的？这不是自己送给谢娘子的信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快说！别，这是我写的。放屁！都不说字迹，就你肚子里那点墨水，我还不知道能写出这首诗。孩儿最近在学写诗，颇有长进啊！爹别打这儿，疼啊！还有长进，落拓江湖再酒行，这是你能写出来的？你以为你是沉思软集？爹，别打了！不是我叫，不是我写的。那是谁写的？是我在酒肆中遇到的人。名字？我不道啊！你看到这诗居然不问名字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傻蛋？乐大人且慢。四娘子，哇操，近距离看更漂亮了。这信送的值啊，这顿打挨的也值啊。还敢看？乐公子，你能告诉我写这封信的人叫什么名字吗？啊，他在和我说话。乐大人，令公子年幼，行事难免失当。这次的事主要还是有旁人教唆，只要他说出写信之人，就不要罚他了。难得四娘子为你说话了，你马上老实作答，不可隐瞒。他叫什么？叫什么我也不知。谢兴涵神情一冷，乐战则再次扬起琴扇。一时之间，乐府大堂内充满了杀猪般的叫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整个房间就只剩下父子2人。乐庞瞄了眼周围，这才敢爬起。爹，你这回打得也太狠了！别得了便宜卖乖，你这次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我用了几分力，你还不知道？谢兴涵他父亲是什么人？陈郡谢氏，大名是中书令宰相。他祖父是什么人？也是中书令，也是宰相。一家2代为相，连皇帝的面子都敢驳，你居然敢招惹他家女儿？我没招惹啊，就是想送封信而已。按理说，我今天应该狠狠罚你。不过什么？哈哈，
不过你能临危不卖友，灵色不变节，倒是颇有古风啊。此时在门外的黑汉并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左等右等，直到快放弃的时候，这才有一个家丁拎着一个钱袋出来。在谢过家丁后，赶忙回去找王阳。就这样，王阳终于换上了新衣服，目如朗星，鬓若刀裁，一下子变成个翩翩美少年，很像一个叫寒门动画的人。看呆了黑汉和店家，客官长得像玉一样好看，再配上这件衣服，真像是世家出来的公子。不过这下面还缺点意思，这双履只收你500钱，怎么样？本来两人还有933钱，但之前王阳向空中撒了400多钱，剩余的2500正好够一些钱，所以他毫不犹豫，直接把钱带给了店家。但店家又说，公子头上太寡，无冠无帽无簪。但公子如此年轻，应该还不到加冠的年龄，气质又是这么的风雅，如果能配一件金泽，那就更好了。这条折角巾便宜算给公子，只要300文。王阳下一步计划要去郡学，戴这种头巾颇为合适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他1文钱都拿不出来了。然而店家却不知道，直接上手，把头巾戴在王阳头上。这销售套路怎么和现代一样啊？我真没钱了，早知道要买这个，撒钱就不撒这么多了。王阳无奈，只能摆手拒绝。又要取下脚巾，却在这时，黑汉忽然开口：“小人看公子穿这个正合适，如果公子满意，就都买了吧。看好了，这可是当年豫章王做刺史时，荆州做不造的还手刀，先压在你这儿，抵着金子，不算你亏吧？你不会是当兵的吧？当然不是，否则我不要命了，敢压军刀。你不会是当兵的吧？当然不是，否则我不要命了，敢压军刀。”士卒卖刀是死罪，这也是黑汉凑钱时一直没把这口刀算进去的原因。但现在他想明白了，如果3天后还不上钱，那留着这口刀的作用也就是和杜三爷拼生死，最后结果可以预见。所以既然已经把身家性命都压在王阳身上，那也就不差一口刀了。可说好了，这刀是暂时押给你的，3日内我带钱来收刀。如果3日后你不来，那刀就归你。其实刀是没必要压的。小人虽然不知道公子想做什么，但能感觉到公子做事是很有计划的，所以公子既然看脚筋，那一定有公子的道理。以后在我面前不用自称小人，小人不敢。我让的有什么不敢？在外人面前照旧，只你我2人的时候不必。多谢公子。对了，那把刀怎么这么值钱？是不是豫章王的原因？是，豫章王管荆州的时候，全城百姓都安居乐业，就连我们营都天天吃麦饭，还发过米，正宗的稻米，白饭。所以虽然他现在离开很久了，但仍然受荆州百姓的尊敬。现在的刺史和豫章王比如何？这个小我说不好，大事我也不太懂。不过米价布价最近都暴涨，蛮子也很猖獗。听说1个月前蛮子还偷袭了曹公林少所，死了30多人，只是上面压着消息没公开。如果是豫章王在的时候，是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。这么说，现在这位刺史不受百姓拥戴喽？那倒也不是，毕竟王爷是豫章王养大的，大家伙儿念着豫章王的情分，还是很愿意他来管荆州的。再说王爷武艺高强，力大如神，能拉4狐狸的大功，全军上下谁不敬服？王爷怎么又出来个王爷？王阳也是一脸懵，虽然信任黑汉，但也是有个限度，自己装成琅琊王氏，就不能直接问他豫章王是谁。他思来想去，南朝向来有宗王出镇之制，即派出宗室诸王镇守一方，看来现任荆州刺史也是个王。可这个王为什么又说是被豫章王养大的？公子，咱们现在去哪？郡学。王阳把心中疑问暂时放到一边，他打算先去郡学搞钱。之前从张里斯那打听到，荆州郡学有2，一为荆州本地的官学，一为豫章王所立的王管学。且不说王管学有豫章王的背景，单说主持者是与琅琊王氏一般的高门贵胄，河东柳氏，王阳就不愿从这个地方下手，因为他始终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是假的，所以他便把目标放到了地方官学上。在黑汉的带路下，两人来到了郡学门口，可此时却看见一个儒生打扮的少年坐在门前栏的长榻上，手执书卷，正看得聚精会神。请问来见祭酒。是。先生不见客。我家公子是琅琊王氏，就是兰陵萧氏也不行。我这里有封书信，烦请转交祭酒。我不是信差。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亦云：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。亦云：有福会心，勿问原籍。想用琅琊王氏的牌子做说客。什么说客？既不是说客，你找我夫子做什么？谈论学问。呵，你还不配。那如何才算配呢？我出3道题，你若能答对，我就为你通报；但你若答不上来，就永远别登我郡学大门。
快来啊！宇师兄把人挡了。论语学而便说：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心有余力，则以学文是以文为最末之事。可述而篇又说：子以四教，文、行、忠、信，又以文居首位，何也？儒生一口气说完，看向王阳，眼中尽是挑衅之意。众学子也连连点头，拒绝此问题提得刁钻。但这问题怎么能难倒身为古典文学博士的王阳呢？前者乃弟子受教后身体力行之顺序，后者乃老师教育弟子之顺序。文乃先王经典，而德字孕育其中。先学文以修行，行修而后忠信可存，存忠信之后，弟子自当以修德为本，入孝出悌，爱众亲仁。如果这些都做不到，专务于文又有何用？是以孔门4科德行居首，文学最末，然教弟子又当以文为切入。譬若钓鱼，想要鱼，所以借重钓竿，又有何可疑？原来如此。儒生也吃了一惊，心道原来还能这么解释。这题目本是他用来刁难人的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答案，没想到这小公子居然给答出来了，还答得有理有据。于是他立即收起小觑之心，严肃问道：春秋记载诸侯自行迁都者有几处？想不出来就回去吧，我荆州郡学不是任何人都能进的。我家公子尚未作答，你怎知他想不出来？7处。哪7处？这是第3道题。自然不是，问有几处就是要你说明有哪几处，万一你要是蒙的呢？邢国迁夷，夷魏国迁地丘，蔡国迁周，来许国先迁邺，再迁夷，3迁白羽，4迁荣城。左传记晋国迁新田，楚国先迁诸，再迁邑，这3条春秋为什么不记？学问之道向来都是说有容易说无难，说一个东西为什么有简单，但要说为什么没有就很难。问为什么春秋不记，不管是回答说春秋可能是忘了记，还是以是凡不能尽记为辞，都是属于个人臆测的范畴，当然做不得准。所以儒生才选用这道疑难问题压轴，是要将王阳彻底拦在郡学之外。其实春秋向来不记列国自行迁都之事，只记载为外事所逼而不得不迁者。邢国迁夷乃是为敌人所逼，魏国迁地丘亦复如是，蔡国迁乃是迫于吴国，许国4迁3有楚命，为迁于邺乃欲避郑楚双逼，但还是事先经过楚国同意方敢实施。以上7处皆非诸侯本意之迁，春秋为记迁都而不点名破迁，一来不赞同诸侯不上报王室自行迁都，二来不欲让吴楚蛮敌得志。这正是春秋一以贯之的尊王攘夷之意，即所谓微言大义者也。幸受教，在下新业与于陵，字子介，不知兄台尊名。琅琊王杨字之言，现在能帮我转交吗？羽于陵犹豫了几秒，随即便叹了口气，接过书信，说了句稍等后就进了门，只是没走2步突然停住，转身对着王阳郑重说道：自晋孝武帝太元9年，谢氏上表奏请恢复国学以来，荆州郡学已历109载，100年来战乱横生，可荆州学风不坠，须臾多事，有赖于斯。学问之道不可以独霸，经文上书断不可废，还请王公子斟酌。王阳暗暗琢磨羽于陵的话，只觉一头雾水。而此时郡学书斋内，一老一少正在叙话，老者年50、60，须发灰白，他是这所郡学的祭酒刘昭，而旁边坐着一个年少的美丽少女，正是谢兴涵。刘昭曾拜谢兴涵祖父谢庄为师，又与谢兴涵父亲谢斐有旧谊，所以谢兴涵到荆州后多蒙刘昭照顾。而这次郡学遇到危机，谢兴涵也是焦心劳思，多方奔走，但根本没有解决办法。是侄女不必自责，会叙师太不理俗事已久，不愿出面也在情理之中。这件事我来想办法，你好好休息，不要再耗神了。难道师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吗？是晋灵王那边有消息了。我准备联合荆土士族去王府向王爷公开陈情，王爷如果不见，那我们就在王府外等，一直等到他出来为止。我们可以不要州府的资费，自行承担学校的所有开销，只要能保留郡学，除了国子学的年鉴名额之外，我什么都可以让步。万不可如此，以巴东王的脾气，这样做会适得其反。巴东王本就偏向由王管学，而王管学则为跟随巴东王一起来荆州赴任的京都士族所把持，所以巴东王偏袒王管学，除了因为王管学是豫章王所立之外，说不定还带有支持荆土士族的意思。刘昭若真的串联本州士族一闹，岂不是挑明了与王爷不对？那就让王爷派军队来，我刘昭就坐在这儿与郡学共存亡。兴涵既然管了这件事，就一定会管到底。柳潭之地，柳城与我熟识，我会请他劝他兄长。对了，还有羽翼先生，他在荆州的人脉最广，在京都也有一定影响力，
如果他肯进言，就算王爷不听，也要三思而行，这可以为我们争取时间。右简这个人，我一直拿他当朋友，不说他二耳就是郡学学生，单说他作为荆州士族的领袖，也断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。老师，学生有事禀报。有人求见老师，这是他的信。你居然肯通报，也算难得。我早就说过，既然王管学有备而来，光靠挡是挡不住的。有时弟子负其劳，学生无能，只能为无师挡下那些败絮其中的草包。可这个人不一样。能有啥不一样也罢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受些打击也好。老师，您怎么了？快请他进，快请他进来。老师，还是我自己去迎他。你去把他请到这儿来，切不可怠慢。他们请了谁来？不知道，但如果他真能答出这些问题，刘昭愿意施礼待之。谢兴涵闻此大惊，近几日王管学总找人上门借论学的名义向刘昭发难，刘昭从来都是应对自如，可今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。师伯当心，这可能是王管学的阴谋。如果您主动认输，那柳潭就更找到了罢黜郡学的理由，不如不要见他，找个理由叫人打发了他。不可，学问千秋之事，岂能自欺欺人？若此人当真能以上书教我，我自当俯首。再说，如果他真能为我解这几个学问中的大惑，那是我生平之幸事。老师，王公子到了。刘先生，这声音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？这是你写的？是。这些问题你都能答？能答。请坐，请坐。清明文思，安安，你说本传解的不对，那安安何解？尚书考林耀云、放勋卿、明文思、晏晏、郑玄注、宽容负载，谓之晏，尔雅云、晏晏，温和也。古今人物表中，安孺子亦作晏孺子，是古者晏安义相通之正，故世名云安晏也。等等，稍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您接着说。安安本是叠词，若小心翼翼，天网恢恢，皆此类。词义同于晏晏。清明文思，安安意思就是其清明文思皆本于自然，非勉强得之。孔传说此为安天下之当安，实在牵强。解得好，解得好。于林叫人上茶果。高陶摩云，征民乃利，正注释，利为米。您斥为不辞，何谓也？征民乃米，不成句子。若引申利为实力之意，则无此用法。尚书王志云，西方曰容，被发表皮，有不利事者矣，改成有不利者矣，可乎？那利字应该作何解呢？利乃假借周宋利，我征民之利字，广雅曰利成也。郑玄注小司徒云成定也，所以征民乃利其实就是征民乃定的意思，故而《史记·下本纪》作此四字为众民乃定，乃取其大意言之。再者，联系上文，大禹治水，五谷可食，鸟兽可生，百货可用，此正是安定众民之意，绝非百姓饱食可以囊括，是之利绝非米粒之意。王阳说完，房间内一时无言，只能听到书页翻动的沙沙声。过了好一阵，刘昭才停下翻书的动作，啧啧赞叹：这位公子训古学的功夫很是精深啊，颇有汉儒遗风。不知尊师是谁？我的老师有很多。王公子出身琅琊王氏。哦，原来是大家子，怪不得。今日只论学术，不论家门。既是只论学术，还请王公子秉承学术之公心，勿以胜负相欺。我什么时候要以胜负相欺了？王公子虽是受人之托，但也应……不是，你等等，我受谁所托了？你不是受王管学所托吗？当然不是。我听闻刘先生精研尚书，自来论学，和王管学有什么关系？这时，王阳终于明白，之前与于林在门外各种刁难，原来是把自己当成王管学的人了。看来王管学和郡学之间的矛盾不小啊！我就说以王公子的家世才华，怎能如此是非不分？之前是我无礼，这就向你赔罪。好说。误会解除，刘昭两人皆是喜出望外，抛出无数问题等王阳解答。刚开始时，刘昭还常有查书发问之举，到后来则完全变成了王阳的一言堂。尽管如此，两人也听得激动万分，喜不自胜，自觉见到了一片从未见过的新天地。禹贡说：“三江既入，震则底定。何谓三江？
自豫章而下，入于彭蠡，东至于海为南江；自岷山至于九江，彭蠡已入于海为中江；自播种东流为汉，过三市，大别已入于江，东会泽为彭蠡，已入于海为北江。王公子竟还精于地质之学，略懂，略懂，确实是略懂而已。这是我好友家的女儿，之前王公子来得太快，躲避不及，这才隐在屏风之后，请公子勿怪。王公子所言水道，大致为北汉水，中岷江，南豫章江。然若依此说，三江既汇于彭蠡，合而为一，过秣陵、京口，已入于海，早不复为三矣。禹贡又何以仍称三江分别入海？公子今才炫博，可立论未免过于凿空了吧？我去，懂行啊。只不过这话中带刺是什么意思？王阳平日学术取径最重文献学，今天竟然被人说凿空。所谓凿空，就是凭空穿凿，牵强附会。对于一个学者来说，可是莫大的耻辱。不过这也怪王阳自己聊爽了，取苏轼的论点随口言之，却没注意立论的严谨。如果是平时，王阳大不了承认自己立论不太严谨，但现在不行，此次必须积压全场，不然达不到最好效果。合而为一，为什么不能称三江？江水西来，至金山，则有三陵之别。好察者众水未言，三陵相杂而不能期，是水虽合而谓不合之意，则江虽合亦能分别为三。三陵？什么三陵？点出何处？又说错话了。三陵是唐代茶道集经时方才有的说法，现在引用就太早了。你不会是编的吧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一时间忘了书名，我换一个例证就是了。禹贡篇内就有汉水之下口已入于大江，汇于彭蠡，而禹贡仍然称之为北江。江水与汉水合流，汇于彭蠡，禹贡仍称之中江。江汉既合而有北江、中江之称。我论三江合一，仍称三江，又何不可？即使可以，也不能证明你说的就对。《汉书地理志》以从吴县南入海者为北江，从芜湖至阳县东入海者为中江，从毗陵东北入海者为南江。此即周礼、直方、沿扬州、齐川三江之意。《汉书》与周礼合，这是确证。你虽别出心说，却无实凭，高下立判。可以，这妹子挺厉害，但咱们只是讨论学术，你火药味那么浓干嘛？我招你惹你了？那姑娘也判得太早了些。汉书所言，皆为东南细小之流，绝非禹贡所谓浩浩入海者也。若如此三者为三江，那么还有京口入海之江，水势比那三个小支流大得多。禹贡为何舍大说小？并且你这里有个根本性错误，说汉书与周礼合，这可未必。班固乃东汉时人，周礼乃先秦之作，班固的说法可不一定准确。若一定要合于周礼，我倒认为郭璞之说更为合适。郭璞以三江为岷江、松江、浙江、扬州之内最大水流，未有过岷浙二江者，即松江在当时亦能与扬子、钱塘争雄，而后乃可以称禹纪。国语云：吾与越三江环之。范蠡曰：我与吴争三江五湖之力，此三江当为周礼之三江，而非姑娘所引汉书之三江。于林完全跟不上两人节奏，只觉在看神仙打架。刘昭则不精于地理之学，也听得有点晕晕乎乎。屏风后的谢星寒则陷入沉默之中。公子学识英博，小女子佩服。说话声音渐近，谢星寒缓步走出屏风，让王阳看呆了，只觉得眼前少女犹如动漫角色一般，眼眸中如有星河浮动，眨眼之间好似繁星闪烁，熠熠生辉。公子通诗否？略知一二。我最近得了首不错的诗，第一句我还记着，骆驼江湖在九行。啊，是他，怪不得我听着声音耳熟。不行，这场戏可不能因为这个妹子就演砸了。当时车帘没掀，他肯定没看清我的相貌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不承认，他就认不出我。怎么是七言四言正统，五言流调？至于七言俗声，五不敢闻。王公子没听过这首诗吗？难不成是什么名家之作？是本朝诗人做的吗？我对作诗真是没什么研究。是侄女，快入座，听王公子继续说上书。我就不听了。天色已晚，我也该告辞了。不能走，不能走，还没说完，还没用饭，怎么能走呢？子建，快吩咐下去，我要设宴招待王公子。既然伯伯要招待贵客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公子大才，以后有机会一定向你请教作诗，特别是骆驼江湖在九行。谢星寒说完，又打量着王阳身上穿的 A 货。王阳被盯得心里发毛，可此时也只能抢笑拱手。作诗我不懂，若是讨论经学的话，我一定从命。王阳彻底松了口气，他知道自己被发现了，但想不通为什么谢星寒不揭穿他。不过既然想不通，那就不想了。
因为下人们已经把好酒好肉端了上来。只是他穿越以来第一次吃这么好的饭菜。他一边吃一边回答着刘昭的问题，在美酒的催化下，两人也越来越亲近。刘昭干脆称呼起王阳的字直言，代替了有距离感的王公子。多谢款待，天色已晚，城门要关了，我该告辞了。这是何意？直言啊，要不晚上住着得了。但我还要去成衣铺结账，这个我去啊。那倒不用，让我随从去就行。黑汉，咱们欠成衣铺是2000钱还是3000钱来着？咱们欠成衣铺是2000钱还是3000钱来着？3000钱。王阳倒想直接说1万，但刚认识就借这么多钱，容易引人怀疑，所以就报了个对于士族来说不算多的一笔小钱。却没想到黑汉自从跟了王阳后，也变得越来越上道了，选了个最高的数字报，这让王阳一喜。随后开始了尴尬的表演。哎呀，那现在出城取钱再折返来得及吗？你们住在哪儿？去找何管家，让他在我私账上支3000钱给这位小兄弟。多谢先生，这钱以后一定还您。不谈这些，走，你我继续论学。这儿有甜食吗？有啊，直言想吃甜的，喜欢糖蟹、甘蔗还是蜜饼？都要吧。再把我刚才吃的菜做上几样，让我随从带回去，送给我一个朋友，不麻烦吧？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子介先知前，再通知后厨。今日我和直言要做长夜之饮。啊，我都忘了，公子之前答应给阿武买糖，这小事都记得，我果然跟对人了。云淡星稀，晓风习月。刘昭说是让王阳留宿，但却没有给他睡觉的机会，而王阳也没有拒绝，毕竟钱难赚 ，S 难吃，若是不能打动这老头，那1万多的债该怎么还？于是他讲了一晚上的上书，让刘昭听得热血沸腾。如此重开七境，嘉惠学林之洞见不写下来，实在可惜啊！来人，笔墨伺候。直言，你说我写书名就叫尚书直辖，如何？此名不妥。尚书是没有，也不能有瑕疵的，有瑕疵的是后世流传的尚书版本，所以不能叫尚书直辖，而应该叫尚书经古文直辖。好，那就叫这个吧。一直到快要天亮，王阳终于熬不住，刘昭当即让人收拾出一间客房，请王阳住了进去，而他自己却没心思睡觉，又是整理刚写的稿件，又是翻查文献，考证推敲，忙忙乎乎，又哭又笑，竟是一夜没合眼，一直熬到10点多。见王阳屋中还没动静，实在等不及了，便让下人唤王阳吃饭。席间赶紧把想不通的几个问题抛出，王阳边吃边答，绝无停滞。真是后生可畏啊！直言，以你的才学，就是去国子学做博士也绰绰有余。其实以王阳喜欢读书治学的性子，如果真能去国子学做个博士官也相当不错。可王阳知道南齐国祚寿短，政局动荡至极，更要命的是，他穿越之前对这个朝代研究甚少，还不知道具体如何寿短，如何动荡，这就更增添了他心中的不安全感。最关键的是，自己根本没有户口，怎么去？他苦笑摇头，继续闷头干饭。文献公过世后，我以为琅琊王氏一门中唯王戎能继其业，可今天我发现了第二人。啊，你在说我吗？直言，我绝非虚言。王戎虽号称全才，但我想来，就尚书言之，他在京也未必能超过你。你很多的论断振聋发聩，直辖一书必能流传后世。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刘昭瞳孔中透着无比的虔诚与坚定，手拿书稿，小宇宙熊熊燃烧，朗声道：来人，撤去饭菜，我和直言要继续著书。啊，还著啊？我有事。什么事能比学问重要？实不相瞒，我欠了一笔13200钱的外债，现在还债之日就要到了，可我囊中羞涩，还哪有心思著书？得先想办法筹钱，至于写书的事，只好先放放了。直言，你和我说实话，你有玩出谱的习惯吗？当然没有。那你嗜好女妓娼乐？在哪儿？不是，什么时候？我见都没见过。难道你服食50散，又或者钻研炼丹之术？50散就是白送我，我也不吃啊。哎，这钱不是我借的，我也是帮朋友的忙。好，那这钱我出。这钱还是算我借您的，日后一定奉还。不必，只要能写完直辖，就是10万钱，又何足道哉？钱财小事，学问方是大事。我替天下学者谢之言撰此传世之著。按理来说，王阳此事断没有推脱的道理，只是杜三爷定的还钱日期在3日之后，也就是说，王阳还有今天半天和明天一整天的时间。虽然不差这1日半日，但王阳还是怕有什么差错，所以提出想先去送钱，回来再写。
刘昭只好按下迫切的心情，叫雨鱼领取钱，顺便安排了自己的牛车给王阳乘坐。于是两人马上到了八营村村口，王阳让雨鱼林在车上等候，自己提着钱袋就进去了。可当走近后，却听见一阵声嘶力竭的叫喊：“你放开我女儿！放开我女儿！”你们这些坏人，公子马上就到，要你们好看！公子，好啊，让他来啊！你别说，我还真是想他了。是谁想我了？公子，救命啊！给我放手！这人啊，就是不经想。我正想见你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杜三儿，约定时间没到你就上门，人品有问题啊！死到临头还敢在这儿跟老子装蒜！实话告诉你，我早找人查过了，琅琊王氏在荆州除了王泰之外，根本就没有第二人。等你下了狱，老子再慢慢陪你玩。铜锣主，抓人吧！3个官差冲了进来，见到王阳脚巾白衣，卓然而立，不禁愣了一下，心道此人穿着可是世人的打扮，这和杜三爷说的完全不一样。但杜三爷老练，一下猜到官差的想法，他指着王阳就是大吼：“这骗子换了衣服，虚张声势，就是他！某乃江陵县营户村罗主，有人告你冒充士卒，招摇撞骗，跟我们走吧。”曹，又到了飙演技的时刻了。王阳看着铜锣主，一点点露出笑容，最后大笑出声，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可乐的事。铜锣主竟被笑得心里有些发虚，但此刻的王阳更虚，他表面是在笑，脑子却是在飞速运转。还不明白吗？我家公子在笑你们傻！磨磨蹭蹭干什么？抓人啊！我乃琅琊王世子，尔等微末见利，敢凌士卒，当真不要命了吗？叫江陵县令立即过来，我要让他看看他的手下是多么愚蠢。你们都傻了，我已经查过了，除了王泰之外，荆州根本没有第二个琅琊王氏。呵呵，是吗？那俊学你也查了吗？俊学祭酒，刘昭你也问过了吗？俊学的车就在村口。哦，对了，我朋友也在上面，他是新野羽氏的。你去村口看看，把他说的那人接过来。王兄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有人找死，我准备成全他们。你看清楚了？看得真了，那车上有聂阳刘氏的族徽，再不认错就没机会了。聂阳刘氏乃荆州4大氏族之一，铜锣主吓得脸都白了，也顾不上多想，急忙跪倒在王阳面前，2名属下也赶忙跟着跪了下去。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公子，请公子宽恕。我明明找人调查过，确认琅琊王氏在荆州只有王泰这一人。啊，不对，这小子很会唬人，说不定这就是他找帮手假扮的。但是若非士卒俊学，怎会派车？敢问这位公子是星野羽氏？你是谁？一个放债的，得了失心疯，怀疑咱们假扮士卒，还叫了罗主来抓人。你是本地罗主？是，小人是营村罗主。我现在怀疑这几个人与山匪勾结，你把他们抓回去审一审，五路那儿我会递帖子。好家伙，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！兄弟，你真够意思。雨公子莫急，想要抓人，不问问我是谁吗？我问了，你没说。在下是广元底店的主人，姓杜，这家人欠债不还，我是来要账的。钱我们带来了。杜三儿，钱我是带来了，你数数，正好13200钱。但你这人不讲信用啊！说好3天之后，你这么早来干嘛？被琅琊王氏叫杜三儿，杜三爷也只能咬牙忍了。他看着地上的钱袋，此时也只好作罢，不断向2人鞠躬致歉，随后将纸器放到王阳手中，看了王阳一眼，便匆匆离去。此人身份虽卑，却不可小觑。他的女儿本是皇三子庐陵王府中的歌女，后来被庐陵王收作小妾。广元底店是永明元年，庐陵王任荆州刺史时立起来的。据说这背后真正的主人就是庐陵王。有王爷做后台，怪不得那个铜锣主那么听他的。三爷，实在不行就用强吧。用个屁强！要能用强，我不早用了，还用得着花这些心思？上面吩咐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惹出官司。你要用强，咋用？三爷，您事先打点好，官司不自然就平了吗？说你蠢，你还真不聪明。本来没人注意，你上下打点，不是更惹人眼？也不知这琅琊王氏是从哪儿冒出来的。他还真是琅琊王啊！他是真是假，我不知道。不过聂阳流和新野羽应该都是真的。
此事既然和这些人搅在一起，就不能蛮干了，得想个办法绕过他们。